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1号开始本轮巴以冲突1年多来对中东地区的第11次访问。此外，黎巴嫩真主党22号宣称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私人住宅遇袭负责。当地时间22号，布林肯抵达以色列，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等人会谈，讨论巴以离以局势等问题。与此同时，不少以色列民众在布林肯位于特拉维夫下榻的酒店附近抗议，呼吁政府早日与哈马斯就释放被扣押人员达成协议。We are go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waiting on Hamas to figure out what and who are the decision makers. I would act decisively, proactively to get a deal on the table for Hamas to consider and put an end to all of this, including the suffering of the people in Gaza. 布林肯此次中东之行，打探谁可能接替被以军打死的哈马斯领导人辛瓦尔。眼下，辛瓦尔继任者尚未揭晓，哈马斯似乎无意在停火条件、释放以方被扣押人员等议题上改变立场，停火谈判前景不明。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美高官频繁到访中东。布林肯此前开展10次中东之行，但都未取得实质性成果。9月初，美国称加沙停火协议谈成90%，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否认了这一说法，称停火协议并未接近达成。阿菲夫还宣布，黎巴嫩真主党对此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私人住宅遇袭负责。والحصرية عن عملية قيصاريا واستهداف منزل مجرم الحرب وزعيم الفاشية الصهيونية نتنياهو。以色列媒体当天获准发布一张照片，照片显示内塔尼亚胡私人住宅遭无人机袭击后，房屋一侧的玻璃窗被打碎。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北部城市开撒里亚的私人住宅19号遭无人机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袭击发生后，内塔尼亚胡称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以色列将继续战斗到底。随着美国大选的临近，民主、共和两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与特朗普火力全开，二人频繁现身多个公开场所遥相喊话。与此同时，关于特朗普7月在公开集会上遭刺杀未遂的中期调查报告公布，认为美国特勤局与地方执法部门缺乏协调和有效规划，该事件是一场安全事误。当地时间21号，美国国会众议院调查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今年7月遭未遂刺杀事件的中期调查报告公布。该调查特别工作组称，美国特勤局与地方执法部门缺乏协调和有效规划，最终导致枪手摆脱警方，爬上屋顶并开枪。这一特别工作组由7名共和党众议员和6名民主党众议员组成，将于今年12月13号前发布最终调查报告。今年7月13号，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市举行的竞选集会上遭遇未遂刺杀，他的右耳被子弹击伤，现场一名观众死亡，枪手被特勤局人员当场打死。而在随后公开的美特勤局执法记录仪画面显示，事发后仍有特勤人员数度奔跑，但仍未快速锁定袭击人目标。这次刺杀未遂事件震惊美国民众，时任特勤局局长被迫辞职。代理特勤局局长罗纳德·罗威此前表示，自7月13号发生针对特朗普的暗杀事件以来，特勤局一直为特朗普和哈里斯提供与总统乔·拜登同等级别的保护。罗威还表示，自特朗普卸任以来，他的安保人员比前几任总统都更加可靠。近期，特朗普依旧频繁现身公开场所拉选票。就在2天前，特朗普前往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家麦当劳餐厅打工，为其支持者炸薯条。此前，作为其大选竞争对手的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曾公开表示，自己大学时在快餐店打工。特朗普用此举质疑对手说谎。当天也是哈里斯60岁的生日，特朗普还在现场开玩笑地表示，也许会买些花和薯条以及一个麦当劳汉堡包，祝他生日快乐。哈里斯则在21号回应特朗普的质疑，说自己确实在麦当劳工作过。
距离美国总统大选仅剩2周时间，哈里斯和特朗普都在竞相争取他们能得到的所有支持，其背后的财团和明星支持者也在持续发力。23号，美国前总统、民主党内关键人物奥巴马现身底特律集会，为哈里斯助选。在开场环节，时年52岁、从小在底特律长大的著名说唱歌手阿姆也现身集会助演，为哈里斯拉票。Going into this election, the spotlight is on us more than ever, and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use your voice. So I'm encouraging everybody to get out and vote, please. I think Vice President Harris supports a future for this country. And here to tell you much more about that, President Barack Obama. 奥巴马在出场后又一段说唱回应阿姆，并将助选哈里斯的现场气氛推向高潮。Now notice my palms are sweaty, knees weak, arms are heavy. I'm nervous, but on the surface I look calm and ready to drop bombs, but I keep. 同一天，据3名知情人士透露，比尔·盖茨最近私下表示，他向一家支持美国副总统哈里斯竞选总统的非营利组织秘密捐赠了约5000万美元。而哈里斯本人则在22号晚间做客美国知名媒体的1对1访谈，在被问及如果特朗普若提前宣布胜选怎么办时，哈里斯未直面回应，而是表示还有2个星期的时间。What is your plan if he does that again in 2 weeks? Well, let me say this. We've got 2 weeks to go. And I'm very much grounded in the present in terms of the task at hand. And we will deal with election night and the days after as they come. And we have the resources and the expertise and the focus on that as well. So you have teams ready to go? Is that what you're saying? Are you thinking about that as a possibility? Of course. This is a person, Donald Trump. 哈里斯在另一场采访中还谈及做总统的理念。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must set a standard, not only for our nation, but understanding the standard that we as a nation must set for the world. 他还表示，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赢得大选，那么俄罗斯总统普京将端坐基辅。值得注意的是，哈里斯被质疑竞选集会上的反馈都是设定好的剧本。在21号的哈里斯竞选活动中，主持人在开始前拒绝了观众的提问请求，并称只能问提前确定好的采访问题。而哈里斯此前曾回应表示，这么做是为了更有纪律。